这小差役难不成疯了？数源终于提升了46年，总算不至于提心吊胆，害怕自己走着走着就受尽而亡。干什么？看你啊，我得仔细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怪胎，竟能不依靠超脱之法就能突破出境？神爷，你这个背信弃义的畜生！明明说好，只要我乖乖听你的，你就放过我妹妹。结果今天，还带妖魔来我家里，我穿越了，早定会把你活剐的！我会在地狱等着你！哥，我蹭蹭，办事不力，既然办不明白，就观看，我就要用餐了。刚才我就想说，你他妈的是真恶心！姓陈的，他妈给脸不要脸，真拿自己当个东西了是吧？今天就让你祭我的五脏六腑！没想到刚穿越就得死！恭喜宿主成功保定系统，可将寿元注入武学，获得相应进度。当前武学伏妖刀法入门，当前自身剩余寿命34年。这叫什么系统？用我剩下的寿命去换取武学境界的提升？想吃老子是吧？系统，伏妖刀法，给我灌满！这还是那个狗官吗？他刚刚这么做，是在保护锦瑜。如果他要保护锦瑜的话，为什么要带妖魔来我们家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苦练29年，伏妖刀法真至跨境，终成圆满。33年，你圆满之后仍旧遵循此事，似乎有了新的领悟，但这灵光不够真切，未能成功演化。反水的畜生，就让你做我的开胃小菜！真正的畜生是你！一刀，只用一刀就将狗头大妖给杀了，这是神医吗？前身这人渣形象还真是深入人心啊！恭喜宿主击杀开之狗妖，总寿175，吸收剩余寿元63年。只要斩妖出魔，就能用他们剩下的寿元来代替自身推演武学。不过自身寿元就剩1年，也不知这世界有没有提升寿元的办法。算了，先前系统提示，这伏妖刀法似乎领悟出一丝灵光，再加点试试。你花费27年领悟出境伏妖正阳刀。出境？沈爷，你要不要把头上的伤口先包扎一下？金鱼，离他远一点。也好。你家里有没有吃的？做点饭，我饿了。
可以啊。可，你的这位上司好像没你说的那么坏，你之前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？狗贼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心思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沈大人，吃完饭了就赶紧离开吧，我们陈家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放心，我对你妹妹没兴趣，我喜欢的是身材丰润些，演技再稍大些，眼里少点单纯，多点妩媚的类型。沈大人口味倒是独特，只可惜以后恐怕没命享受了。刘典力，沈姨，你就是这么办事的？难道不知道那狗妖背后的黄皮子是一个出境大妖？你是想害得整个白云县生灵涂炭吗？这沈毅到底怎么回事？刘典力可是县里的2号人物，以往的最巴结谄媚的人，今天竟然这副态度。再问你一遍，为什么杀狗妖？我让他走了，是他自己不走。我又不想让他再继续吃人，那就只好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法，让大家都满意了。折中？对啊，把他杀了，留在屋子里面，他就不会出去吃人了。这也算理由？你知不知道，那狗妖背后的黄皮子是一头出境大妖？要是因为他的报复，在县里闹出问题，你的镇魔撕下来，丢的可是知县老爷们的前途。那就应该牺牲普通百姓的性命吗？活该他们牺牲，百姓的命算什么命？只要知县老爷您再尽意，再让妖魔多吃几百个、几千个，那也是他们的荣幸。也对，你们有这种想法是对的。沈爷，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就把陈家兄妹灭口，明日从县里索100名幼女送去黄皮子大人那做口粮，求得他的原谅，你就还是沈大人。甚至看在你如今实力的份上，每个月能在知县大人那儿领600两银钱。完了，这人渣贪财又好死，600两银子还能让他继续活下去？他有什么理由拒绝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伤害妹妹，先下手为强。不要！怎么要道法大圆满？镇魔寺传授武学至今不过3年，你就已经大圆满了？怪不得可以击杀那头狗妖。沈大人果然实力不凡，不如现在就杀了此人可好？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先把刀放下。朝廷律令，凡是阻碍除妖者，当诛9族。刘大人，这是要妨碍我除妖吗？沈爷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白云县的浑水可不是你一个连出境都不是的小人物能改变的。那我也告诉刘大人，这妖魔我注定了，就算是他黄皮子不来，我也会去找到他，把他斩了。好，沈大人，你很好。既然你想斩妖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明日我便张贴告示，今后整个白云县的妖物归你来管，巡街的差事你也不必再做了。走。还真是瞌睡了有人过来送枕头。我如今只有1年寿元，想要活下去就得需要更多的妖魔寿元，推演武学，突破境界去延寿。我正发怵上哪去找妖魔呢？刘典力是个好人啊。不管究竟沈大人作何打算，都救了我兄妹2人的性命，救命之恩，卑职必当铭记。
哎，我说你啊，你是不是太过了？我又不是贼，你防着我干嘛？沈大人，你得罪了妖魔，如今又得罪了刘典礼，往后在百余县城，只怕会无比艰难。卑职实力不济，帮不上您什么忙。不过这里有几本武功秘籍，希望能成为您的助理。武学？前2本是镇魔司的另外2门基本功法，排云长拳和灵蛇8步。这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本秘籍《风雷宝卷上篇》，这是当年镇魔司校尉说我天赋不错，特地赠予我的78字真言。如果能修炼到大圆满，便是人间凡胎巅峰。风雷宝卷，要炼之法，筋骨皮肉4重大关。系统加点风雷宝卷10年。宿主消耗10年寿命，冲破金关，风雷宝卷上天入门。可惜啊，这门武学颇为难练，我练了3年，连第1关都未能突破。如今给你了，对你现在的危机，大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沈大人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抱有。我把第1关了，入门了。这力量比之前至少强了1倍，而这还仅仅只是入门。等等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寿元自身剩余寿年1年，妖魔寿元剩余26年。增寿果然没那么容易。不过这功法如此难练，10年才刚刚入门，要是修炼至圆满，或许依旧有增寿的希望。看来镇魔司校尉也看走眼了呀！我算什么天赋异禀，和沈大人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只可惜沈大人醒悟过晚，否则这白云县或许还真有几分希望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啊？这天色已晚了，我便先回家了。这几门功法对我很有用，谢谢啊。前身真不讲究，算了，凑合凑合得了。这世道还真是艰难啊！接下来需要做2手准备，其一是实力，我要突破出境，这样才能在妖魔的报复中活下来。然后想办法加入镇魔司，获得更高深的武学，延长寿命。其二是要想办法扭转原身的名声，否则1个月后镇魔司巡查到来，斩不斩妖不说，第一个就得先把我这个人渣给灭了。2件事也可以说是1件事，斩妖，斩足够的妖。什么人？你这人渣前身，他妈的到底还给我留下了多少麻烦？为虎作伥，你不得好死！快放了我，否则我会报师门，定要将你这狗贼千刀万剐！你这就把我放了？你接下来不是应该先这样，再那样吗？脑子有病是吧？
没事就赶紧离开。想起来了，这女人是百云县豪商之一林家的独女，被林家花大价钱送出去学武，没想到这女人还学成了，然后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持剑除妖，结果真是一个蠢女人，一个人也敢惹上我们北衙狐妖。喂，听说你就是这县里专门为我们服务的人。这个女人我赏赐给你了，不过你要把我带回林家，我倒要看看这人间到底有多繁华啊！送您回林家。饿了，有吃的吗？你叫我放了你，我已经放了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虽然不知道那狐狸具体的境界，但一头能化形的狐狸绝不是现在的我能对付的。对方进了林府也未动手伤人，暂时还是不要招惹为好。那畜生在我身上留下了禁制，我但凡踏出这房间一步，他半个时辰内就能过来。摘了我脑袋。所以，对你来说，我很安全吗？你动我呢，我就跟你拼命；但你不动我，我就要吃饭。厅长，我要休息了。至于你，只要别发出声响，随你便。我要吃饭，不吃东西我就要死了。那你为何还要去找那群狐妖送死？他们不是百云县百姓，怎么成了我招惹他们？况且，你不是也在招惹他们吗？我可没你那么傻。你真的有什么师门？哼，劈山头，猪妖无双剑，18式断浪掌，只要2包子，想学几招？洗洗睡吧。切，睡就睡。哼。随便编出来的名字，果然是骗不到食物的。不过，难道是我在外面待得太久？一个小小的刑房差役，是怎么解除到出境门槛的？这女人留着，终究是个祸患。一旦狐女暴露，我勾结妖魔的事情就是铁证如山。想要解决也不难，只要一刀砍了林百威，找地方一埋，没人知道狐女之事与我有关。有肉的叫夹馍，没钱凑合凑得了吧你。虽说杀了这女人是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，不过就算身处乱世，也要坚守内心的底线，否则和妖魔合意。更何况还有1个月时间，只要赶在镇魔司之前先砍了林家那头狐妖，一样万事大吉。
错嘛。一个武者到了如此境界，对超脱之法的渴望将会无比恐怖。没想到他连这都能忍住，这耐心都快比得上我了。神迹，发生了何事？大人，昨日班房里来了一具尸体，里面还有一封信。信？黑之内来六里庙，化为你当皮子。大人，怎么办？去肯定是不能去。黄皮子，真正的出境大妖，手底下还有一个狗妖势力。你这去了，跟送死没有任何区别。可你若是不去，他们也会来城里找您啊。老老实实给妖魔当差有什么不好？还杀妖，有典吏吩咐了，整个县里你调动不了半个差役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你去六里庙负荆请罪，别他妈连累了别人。3日之内，看来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是啊，是不多了，师爷，不如剩下的时光找窑子好。出境大妖，你真以为我斩不了你吗？兽人，我需要更多的妖魔兽源。大人，你要去哪儿？斩妖！前身唯一有用的地方，或许就是把妖魔伺候的好。这县城里哪里潜伏着妖魔，我一清二楚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系统，加点儿，排云长拳，灵蛇8步。宿主消耗25年妖魔兽源，排云长拳大圆满，灵蛇8步大圆满。这下万无一失了。走吧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想六哥了吗？小弟也不知道六哥何时离开，我好安排。山上仇人多，下来躲躲。这，你可别跟我讲什么规矩，这里吃喝管够，老子在这儿最少待半年。弟兄们伤好再说。好，是。哎呀，六哥，这你可就生分了啊！哟，兄弟怎么都受伤了？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少套近乎！今日别说是你，就是你们县太爷来了，老子也不走。不走，不走，啊！我怎么会让你走呢？应该一直在你这里，哪儿也不要去。都是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怎么说呢？开枝狗妖汇入出境总收145，剩余59年，吸收完毕。开枝狗妖汇入出境总收152，剩余61年，吸收完毕。开枝狗妖汇成180年，剩余79年，吸收完毕。剩余妖魔兽源。走吧，下一下。剩余妖魔兽源392年。
没想到清理完潜伏在县城里的妖魔，竟然积攒了这么多兽肉，这下足够我一口气冲破出境了吧？3日，黄皮子，明日我就去斩了你！你这是去当差，还是去血池子里泡澡了？都是妖血。将就一下。竟然有肉！真香！你杀了这么多妖魔，等他们知道消息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现在实力虽然不错，但还不够。所以呢，你想说什么？换我一声师傅，我助你登入出境门槛，如何？踏入出境，就算是那黄皮子大妖，也要对你忌惮3分。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喂，你知不知道，没有师承和超脱之法，像你这种小差役，永远都别想突破出境。系统注入风雷宝卷上篇。第182年，你的身躯在100多年的酝酿下，已经成了那不可捉摸中最好的容器。风雷宝卷上篇圆满。第183年，你陷入瓶颈，你看着早已烂熟于心的风雷宝卷，开始回忆起自己的一生。第272年，你成功的让自己变回了一个普通人，但你仍旧没有放下刀。第328年，你终于领悟到那一丝玄妙，通过伏妖刀法让身躯达到濒死状态，利用身体本能去汲取天地馈赠。你自创了功法，唤其为风雷伏妖真气。沈一，你做了什么？没事。成了，我成了！这小差役难不成疯了？人体有362个窍穴，适合汲取天地之气并加以储蓄的仅有12个大窍。在武学推演中，我用最笨的办法找出了这12个窍穴，并掌握了通过它们淬炼天地之气的方式。接下来，只要靠水磨功夫，用时间去填满12个大窍罢了。而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系统，给我梭哈！出奇，他竟然没有超脱之法，就踏入了出境。数元终于提升了46年，总算不至于提心吊胆，害怕自己走着走着就受尽而亡。你干什么？看你啊，我得仔细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怪胎，竟能不依靠超脱之法就能突破出境。可惜啊，你这资质，在百元县这趟洪水，真是抱歉皮了。所以，你到底要在我这里待多久？那我在旁边搭了个小床，尽量不打扰你。至于住多久，再住。月月，不行。怎么？
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要我留下来当你媳妇吗？反悔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倒是对你的师门有些兴趣，连那个狐妖都不敢轻易取你性命。看来你是有心了。你想待在我这里可以，我不会参与你和狐妖的事情，也不会过问你的身份，但是作为条件，你得给我2本出境级别的功法。西山桃府，书妖无声剑。我现在没有功法，得等获救以后再给你。可以。本来还以为可以再增强几分实力，多几分把握。不过就算如此也够了。世间诸事哪有那么多尽善尽美？喂，这么晚去哪儿啊？六里庙斩妖。六里庙？你要去找黄皮子？你疯了！虽然黄皮子现在也只突破了出境，但也不是你一个半吊子就能敌得过的。你要去送死的！喂！陈大人，你真的要去六里庙？去六里庙？老子看着他从坡皮一路爬上来，他老娘被妖魔捉走，都不带看一眼，搁这装什么孙子？我看他是想出城逃跑。陈大人，有啊，从你那天拒绝我开始，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主动去死，倒是还能留个体面，死的也未必是我。那黄皮子6只犬妖压得白云县800军武不敢出城，上百个差役心惊胆战，就你还想杀了他？好，就在这等你。你要是能取回这黄皮子的狗头，我亲自帮你向镇魔司请功。陈大人，我去帮你。谁都不许帮他。白云县，你谁不能得罪妖魔？我没觉得你会来，更没觉得你会这样站在我的面前。你有儿子吗？我死了2个儿子，我总共只有1、3、10，记不得了。忽然少了2个，我的心里还是很不舒服。看在你以往对我恭敬有加的份上，给我个解释，留你个全尸。解释就是，你这2个儿子都是我杀的。你就是这样杀了我儿，现如今还想杀了我？现在你能记清你有几个儿子了？给我去死！我几乎那又如何？一个刚超脱的武者，还能比得上我百年机运？
斩杀出境前期狗妖，总寿575，生于180年，吸收完毕。这是刘大人，都这个时间了，沈一的骨头，他是被那群狗妖给吞干净了，敢跟衙门作对，这就是下场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坐沈一之前的位置，回头去县里把一批百姓给黄皮子都去赔礼。那么，罪魁祸首死了，可还不够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石矶啊，我对你妹妹也很感兴趣，能便宜沈爷，还不如再便宜陪我。你敢碰我妹妹，我再杀了你！杀我？呸！你杀我呀？你现在杀我呀你？好了，回去吧。要我进城了！好。刘典力这是眼神不好使啊，尸体都认不得了。是沈一。你怎么可能活下来？那可是出境大妖啊！整整一支妖魔势力，这个黄皮子怎么可能会让你活着？他自然不会放你，但我把他杀了不就完了？那是黄皮子！你想干什么？沈大人，你想做什么就做。你面对我和那些妖魔都敢拔刀，更何况这些废物？是。师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衙门的差役。哎呀！衙役？谁他妈的衙役？衙役了不起啊？妖魔的走狗很光荣吗？你的妹妹，我今天弄死你！我操！刘大人，你救我！刘大人，想到沈岩的实力竟然强到这种地步，连黄皮子都被他斩杀。我若听张大虎开口，说得他要连着我一块收拾，还是不要触他的眉头的好。张大虎，你身为衙役，从良动手，按你们的个人恩怨，自己解决吧。不是，哎呀！打完了，谢过沈大人。刘大人，这些妖怪们的尸体就交给你来处理。今日之后，百云县再无狗妖之患。走。沈一，沈大人，你这下可算把衙门给得罪死了。就算你有能力斩妖魔，也没必要运回他们的尸体，搞得人尽皆知啊！我没得选，也不想选。这魔字巡查在前，我已得罪了妖魔，说不准他们就会把我推出去挡刀。与其将其身家性命放在那群狗官手里，不如杀个痛快，让城里的百姓众人皆知，他们能颠倒黑白，难道还能堵住10余万百姓的悠悠之口？虽然看起来轻松，但昨晚那场战斗，几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消耗最大的。不仅身体疲惫，更重要的是巢穴里的天地之气消耗的全部干涸。
让你逞强，那黄皮子可不是你能对付的。黄皮子已经死了，这是他尸体里面出现的。我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这是寿元。寿元有什么用？这是400年份的寿元，一般这种年份的寿元可以直接作为聚气丹的主材料，也可以辅助炼制更高级的凝液丹。条件不允许的话，直接吞服也能发挥7、8分的功效。不过糟粕较多，最好还是多花点时间炼化。多花些时间？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果然是好东西。说实话，你能杀死黄皮子，还能完好无损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不过，你就不怕其余妖魔震怒？什么意思？这附近不是只有犬妖势力吗？以前是，以后可未必。黄皮子只是各方妖魔势力推出来的马前卒，这百云县附近的东山还盘踞着元妖元通天，即将突破出境圆满。通天，一个刚入出境的黄皮子就已这么难对付，即将出境圆满的元妖，如今的我绝非他对手。还有蛇妖青灵老母，百余年前就有传闻说她已是玉液境大妖。妖魔之间虽然各成派系，但在对待朝廷上态度可是一致的。你动了黄皮子，其他妖魔定然不会坐以待毙。玉液境，这是出境之后的下一个境界吗？那巫妖呢？唉，困了。多谢林姑娘提醒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出境圆满，玉液境大妖，那又如何？只要我实力强大，任何威胁只需一刀斩之。兽神怪术，阴雷虎妖真气。黄皮子都敢杀，他怎么敢？我好不容易和妖魔势力达成平衡，要给他们定时送去食粮，他们就不会生出太大乱子。老爷，是你提拔起来的，说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老爷，现在为今之计，他沈一必须得死。我们不妨张贴告示，让他纵观县里所有的妖魔事宜，同时再秘密联系元通天。想必他对接替黄皮子的位置很感兴趣。照你说的去做，记住，巡查在即，不想看到任何意外。是。第一幕，你除去兽元糟粕，只取其精华，吸纳天地之息，成功填满了第7大窍——风雷伏妖贞洁小成，并从兽元中领悟了妖法武技血煞。没想到借助兽元宝药，对修为提升如此显著。就是这血煞，又是何物啊？
原来如此，是黄皮子最后一次施展妖法。不过倒也不错，这样可以提升一些进攻的手段。系统，继续关注。经过104年苦修，水满则盈，你的身体已然饱和，12窍满，看来扶摇真解圆满。第105年，即使境界圆满，但你相信不进则退，每日仍旧勤加淬炼，毫无休止的向天地索取。第272年，你第一个大窍中半数的气息就化作了玉露，初破玉液境。气成液。都说我体内12大窍所有气息化作玉液，就算正式进入下一个境界。只是我花费这么多寿元才填满第一个大窍，要把全部大窍填满，也不知需要多少寿元。剩下的寿元就用来提升刀法、拳法、轻功吧。苦修55年，你领悟出境血煞刀法。苦修65年，你的轻功已达身轻如燕之境。苦修50年，你获得了拳掌精通天赋。这几门功法都已经接近极限，剩下的寿元留着备用。现在就去衙门看看。沈大人，我听哥说你昨夜未归，担心你没吃早饭，就给你带了些包子。多谢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公务了。沈大人下次有空再来我家，我亲自下厨。沈大人，你们家娶媳妇儿要多少嫁妆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。一码归一码，沈大人现在的确是个好捕头，但是那烂糟的私生活，我岂能把妹妹往火坑里推？回去一定要和锦柔好好说说。沈大人，不好了，林家的共父刘琦他死了。林家，林牌威的那个林家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林家。难道是那只狐妖动的手？那可是前身亲自送进林家的，他每犯下一桩血案，都要往我身上记上一笔。要是他被擒获，我恐怕直接就要进至魔寺的大狱。开杯手刘琦，据说这人是林家从青州请来的供奉，是有10成的江湖武士，一双铁指，最经历史。据说死在这双手掌上的妖魔，没有50也有30了。不过，怎么会死得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沈大人，这定是阴谋，能杀死刘琦的定是大妖。咱们要不要掺和进来？反正又没人报官。刘大人的意思，咱们系里妖魔都归沈大人管，这要是不去，恐怕会被安上一个治妖不利的罪名。走吧，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去！哪有妖？没有妖！我都说了800遍了，没有那玩意儿！你个怂货，怕什么？难道是没看见街上的告示？沈大人能斩西郊的狗妖，还斩不了你家的邪魔？就是我们自家的事情，妖魔不除，我等怎能安生？这回我家小姐3天2头上门打秋风，这种人能除妖？除个屁妖！把妖给我交出来！让开！都让开！沈大人来了！咦，这家伙还真来了！难道他没听说过刘琦的名声？这种事情也敢来掺和？沈大人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吧？小姐出城踏青去了，还需几日才能回来。大人，请回吧。那狐妖不在，这湖里却死了个武道高手，
我不找他，我是来看看尸体。大人，沈大人，知县府里都已经来看过了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再看看也无妨。以前这位恨不得把麻烦抛得一干二净，全心全意捞银子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知县府里那位可是吩咐了，不要让别人参与此事。可面前这位爷也不是好相约的主啊。沈大人，你要是真想看，请随我来。这位想必就是沈姨沈大人，久仰大名。今日一见，果真是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啊！沈大人，说话这位是金刚门的前辈，乃是知县大人花重金请来白云县坐镇的高手。前辈谬赞。哎，沈大人，这位是我金刚门的师弟，人送混号张屠夫，从青州过来寻我，也想在县太爷底下谋个差事。不错，但今天公务繁忙，就不叨扰二位了。不着急，这屋内我也看了，并没有妖。你我三人皆是沉醉武学之人，何不找个地方畅饮一番？你年轻，多与老夫聊聊，没坏处。改天吧，公务繁忙，不敢耽搁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，你最近高升，统管县内妖魔祸乱。不过老夫说了，此地无妖，乃是普通命案。这林家有你什么公差可办？还是说，沈大人不信我？带路。是，沈大人请。师兄，你跟他很熟吗？不认识，这不惜财吗？想着以后都在县太爷底下办事儿，相互有个照应。未曾想是个没脑子的倔驴，查这事儿不小心可是会丢命啊！请。沈大人，这人什么时候死的？是谁发现的？当初大人带小姐回来，小姐丢失了很多记忆。前不久，小姐来了个朋友，就是此人发现刘琦的尸首。不过这事儿，两位大人都已经盘问过了，都说与此人无关。人在何处？你就是沈爷，怎么现在才来？这么浓郁的妖气却说没问题，是衙门真是烂透了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原本以为我还要多费些口舌，没想到原来是你。吴志七爷说的，他之前跟我说过，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。可是我怎么等都没等到你上门，所以我就亲自动手了。以后每隔3日就过来一次，听见没？别嫌多，我待不了几个月。他人呢？七爷的话都不相信，非得让他亲口告诉我。
出来时间太久了，回北岸去见老娘，这2天就回来。如果你饿了七爷我的肚皮，用不着他，我先吃了你。我还以为是条大鱼，原来是只狗啊！说什么？你竟然对七爷我动手！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！是妖魔！小头陀，你不是说他不是妖吗？这该死的愣头青，他不知道这头虎妖其实是北崖的大妖吗？那可是青林老母都不敢招惹的存在。不行，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出去，等这下子被银七爷杀死，这混流了。你还有点利用价值，对你七爷出手，就不能让你知道对我出手的后果。秦大人小心！这就是你百年底蕴吗？如果只有这点本事，那么你现在可以死啊！小头陀、张屠户，你们2个还等什么？还不快给本大爷上！杀了他，我七爷欠你们点人情，你们任何条件我都答应。我让这小子杀了灵骨，那么我引狼妖魔的事情必然会被传出去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你当真什么都答应？废话，我堂堂大妖，能为这种事情反悔不成？我一起杀了这小子！干什么？身为人族不帮忙一起斩妖也就罢了，难道还要对付同族吗？让开！小子，看到了吗？人族就是准备做我们的食粮，灭我一句话，他们就要放人斩杀你！疯子，你这疯子，不会放过你的！快给我拦住他！你在做什么？斩杀出境前期虎妖，总寿520年，剩余132年，吸收完毕。给我混账！你疯了！张图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别给自己找麻烦？你杀了银七爷，这些妖魔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说雅雅，你看什么东西都要拍一下。你这……多谢。喂，你握着刀做什么？我壮壮胆，有点害怕。石小雅，他胆子大的很，不需要抓。刚才他都胆大到差点拿刀砍老夫，还问老夫是什么东西。你真是这么说的？抱歉，沈大人，害你得罪了妖魔和衙门，现在又给您惹上江湖众人。大人，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老夫也不是没有气度的，但是不要怪我说沈小雅，自己的手下还是要管好的。那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沈大人不愧是衙门中人，比知县还威风。不过，你杀了这虎妖，北衙那些大妖可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沈大人。
你呀，自己要多小心啊！不劳前辈操心，一把年纪了，不如担心自己有几年可活吧。你一个月俸禄才几百文，哪来这么多钱？你爹给的。我爹？你去找他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？他们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北崖狐妖有长辈云游至此，之所以没进城，是忌惮我的身份。但你若真动手杀了他的晚辈，将其彻底惹怒，谁都保不住你。所以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就听进去这一句啊？我爹怎么样了？狐妖不在府上，但是把其他妖魔带进了你家。另外，我要加钱。什么？2本出境武学不够，我要玉液境的，照旧是2本，而且我要提前收1本当定钱。我只记得住1本，你给我准备纸笔，3天后给你。好啊。如今寿元已经不太够了，想要寿元就只能杀妖。城内的妖魔有限，怕是难以支撑我修炼新功法。至于出城降妖，还是算了。林白薇和刘琦都是例子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怎么会？我的黑莲这么轻易就被你破开？沈姨，你疯了吗？2头出境人马大妖，奴家的确听闻沈郎性情大变，可为何连生意都不做了？我们只不过是奉老母之命，让你请采花坊的师傅去山里替他打几件漂亮的首饰罢了。你何必下此狠手？是他们经营老母的事。既然沈郎不愿意再做此琐事，明说就好，奴家这就离去。这2头畜生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强妖魔，这诡异的敛息手段，还有消失的本事，若是我吸收了他们的寿元，岂不是也能学会？好你个沈姨，竟敢打我们寿元的主意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去禀告老母。你有胆子就别躲！怪不得姓沈，你突然实力这么强，还不把老母放在眼里。原来是攀上高枝不念旧人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到几时。可惜了，我对妖魔的见识太少，要不然怎么会放他们轻易逃走？这可是2个极品寿元，大妖啊！青灵老母的侍女，即便是镇魔司的校尉出手，稳妥起见也得出动10位以上，还得提前布下伏妖法阵，才有可能将其镇压击杀。你独自一人将他们震退，还不满意啊？还是说，你可惜的是刚刚没能多感受一下他们的身子？这3更半夜不睡觉，在这干嘛？你要是要3天以内超出功法，
你也没得睡。沈大人肯定能办好的。你放心瞅瞅。各位，我再说一遍，这里只管妖魔，不负责帮你们抓淫贼，更不负责帮你们找丢了的钱袋子。胡说！老杨家的媳妇带汉子回家，就是那2个高个子去抓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就是沈大人是青天，他会为我们做主的。对。就是沈大人来了！沈大人来了！沈大人来了！沈大人，这就是沈大人。是什么情况？大人，他们都是来找您做主的，现在什么事都来找我们。是啊，大人，之前都躲着我们走，现在反了天了，敢来闯我们的衙门口子。他娘的，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大人，有人找茬！张前辈，你是来找我的？沈大人，我是从青州被人邀请而来，如今他们嫌我太过愚钝，正好我也看不惯他的聪慧，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和你有缘。我来找你讨口饭吃。投奔我？啊，我倒是无妨，但张前辈就不怕那些妖魔？区妖魔鬼怪有何惧之？倒是沈大人年纪轻轻，本事不俗啊，不如我们抽时间切磋切磋。没问题啊，正好我现在就有时间。这张屠夫一身狠烈的功夫，怕是不好对付。怕什么？沈大人连黄皮子都能斩杀，肯定能赢啊！沈大人虽然功夫不俗，但是动起手来难免受伤，沈大人可要小心啊！听见了吧？还不赶快走远点儿，免得伤及无辜啊！尽管来战！你真厉害啊！沈大人好本事，再来！该结束了。运动我！大人果然厉害，在下佩服。这是我的修炼之法，我这一身横练功夫都是基于这功法所练。你也看到，虽然我打不过你，但是你想伤到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就当我的见面礼了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就这么送给我？无缘者千金不问，有缘者白送又何妨？哈哈哈哈。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我自己来。大男人这么矫情做什么？味道怎么样？有点东西。那是。姓沈的，给老子出来！这不是留点力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沈爷，衙门信你才委以重任，你却勾结元妖，残害无辜百姓，该当何罪？你是说我勾结元妖？狗官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沈大人亲手斩杀了黄皮子，怎么可能勾结妖魔？证据呢？证据？
这是我在你房里搜出来的，你与北崖元妖勾结的亲笔信，还有元妖一族的妖牌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想狡辩？说八道！我们昨日才回来，正是与沈大人待在一起，他何时有过这些东西？这分明是栽赃！聒噪，让他闭嘴！是。沈一，知县大人正等着你，你最好老实点，别想着逃走，我们拿不住你。但若敢走，你的这些人和家人，可通通要因你而死。啊？那既然知县大人在等我，就怎么办？沈大人，不要去，他们这就是栽赃陷害，他们想害你。你走啊，不要管我们。无妨，又不是刀山火海，有什么去不得的？走。刘大人，咱们不是去见知县吗？这好像不是去县府的路吧？沈怡啊，沈怡，你真是天真的可爱。你不会真以为我把你带出来是带你去见知县大人吧？云魔，勾结元妖的竟然是你自己！是又如何？今天把你们带到这里来，就没有打算让你们回去。明年的今日也是你们的忌日。忌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这里的确会有人死，不过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沈怡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光天化日就把朝廷命官给宰了！刘大人为守护百姓壮烈牺牲，可歌可泣，可喜可贺呀！无耻！你在老夫眼里只是玻璃球吗？大人英明，我等都亲眼看见刘典力死于妖魔之手。袁通天，你还要继续看戏吗？刀法不错，可是刀不太行啊！刀啊！我这把刀，因为打架之前还要磕一磕，什么毛病？荒唐荒唐！这是规矩的荒野村妇。今日，本王就教教你什么叫做礼数。您才不是普通妖物，应该是受学人的指导。对方所使用的刀法，这是专门为他的属地量身打造。那种皮刀也绝不是行物，我的武器差了他太多，再加之前难道？来得好！一把宝刀，这还给我？只好给我灌入阴阳八绝阵。第一年，你学会了以天地之气淬炼体魄的本事，以气炼体，将血肉铸就成神兵。第二年，以你12窍圆满气息悠长不绝，这种水墨功夫对你而言没有任何难度，只需历经岁月磨砺，就能自然而然的脱胎换骨。师弟，这就是你选择跟随的人，是有那么一点天赋在身，但是太年轻了，不懂藏脸风骨。当初他斩杀银虎的时候，就注定了他的结局。有些人纵然身死，也活在万千人心中；有些人活着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张屠夫，
师兄，我这是在提醒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这小子本事不弱，但被袁通天的刀法逼得没有还手之力。如果能有一身横练功夫，未必不是对手。只可惜这么点时间，没人能学会金阳八部全身，他怕是危险了。第42年，你真知圆满，肉身踏入了新的境界，金刚不坏。这是金刚不坏？这怎么可能？短短1天时间不到，寻常人连入门都未必，他居然达到了金阳八部全身圆满。这怎么可能？竟然还练武者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你的力量的确罢了，但战斗该结束了。斩杀出境圆满元妖，总寿774，寿于197年，吸收完毕，剩余妖魔寿元651年。真是把刀啊！只可惜，也不知道这刀叫什么名字。不如以后就叫你二黑算了。你是怎么修炼至金刚不坏的？我足足用了数百年才达到圆满啊！以前难道学过横练功夫？这玩意儿，不随便练练就会了吗？随便练练。李师兄呢？我这光顾着看你了，他可能趁你把元妖斩杀了，他自己偷偷跑了。无妨。白云县就这么大，看他能逃到哪儿去。大爷，哎呀，你咋才来呀？快，银子，把欠我的银子抓紧装车，我要回庆州，马上就走。这是何意啊？人是让你前来护，这才过了几个月，你就要走？我护你奶奶个腿儿！姓刘的那家伙勾结的是什么蠢货妖魔？敢惹沈怡那尊煞星，连袁通天都死在他手里。我再不走，我都怕他破门来取我的香枪人头。什么？袁通天死了？我不管你那些破事啊！抓紧给我准备好银子，我可不能在这陪你一起等死。别进来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闪开！好一个神医，简直是我想瞧你了！我这罗斯校尉已经在来的路上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回去之后，我传他们一套镇魔司的伏妖刀法吧。尤其是他们几个，空有一身力气，没有本事在身，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觉得当个差役也挺好，没想往上爬，跟妖魔打交道是要丢命的。我看你们呀，真是安逸太久了。告诉你，就在5个月前，三水县被镇魔司接手之后，去了10多个校尉坐镇，3天的时间横推瑶山，死了200多个军伍，斩妖80余。你以为跟你们这儿似的，百姓死在差役前头？那普通差役也刀？那当然，不然传下3式伏妖武学干嘛？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将这3式修成小成，或者其中之一修至大成，便有机会被选进去了。顶多1-20年吧，他们就能用药浴将这群人泡进出境。那如若真是这样，何为装出一副缺人手的模样？一看你就没有割过稻子，那是一茬茬的长，一茬茬的大。若是碰见资质不错的，不是10年前被镇魔司青州总兵收为弟子的那位捉妖人，10年前还在挑水站桩打拳呢，人家就已经
拿宝药当饭吃。玉液锦圆满，此花剑要如土诛口。私生子，私生子倒好了，可惜天才在半月前失踪了。这摩斯为了找他，可费了不少力气，就差把天给掀了。半个月前，林改薇不就半个月前被丢在我这里吗？难道我是他？我还有要事，就不跟你们一起回县衙了。前辈，告辞。告辞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人家都想你了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在想什么？我是真的想陪你继续演下去，但是你这演技也太差了。如果我还装作不知道的话，就会显得我太蠢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你这胡骚味熏到我了。好，我还只当是林家人骗你，原来真是你杀了云王。我让你睡着贱人，让你折磨着贱人，让你动手处理着贱人，你倒是跟他学起舞来。你很会教啊，我的林偏将，如此轻易就策反了我养的狗，没少给他占便宜吧？废话真多，差不多得了，我还饿着呢。不愧是有靠山的人物，落难成这样还能镇定自若，你何必故意装出这副姿态？我杀不了你，他还杀不得你。一点小恩小惠就被收买的东西，你真以为他是好心？猪脑子！你可知以他师傅的身份，单凭那时动手绑了他，便是千刀万剐，难饶之罪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这是出身法器，不愧是有名号的妖族势力，随便跳出来个二代就又让我长了见识。喂，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站住，别动！你不在意他的生死，是了，你这样的人渣，最在意的只会是自己。你得罪了镇摩斯，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给你指一条活路，把这女人杀了，手脚干净些，我允你去北崖避避风头，银狼之事就此作罢。本想着再等熟悉些，找机会坦命身份，如今活要上门戳破一切，以沈一谨慎的性格，即使说的再多也没办法让其相信我的保证。难道今日我要死在他的手上？又不敢杀你，装什么好？你死定了！带我回去禀报三叔祖，定要亲手剥了你的皮！惹镇摩斯和北崖狐妖，你真以为在荆州还有活路吗？别理他，脑子不太正常。只要我还在百云县一天，他那三叔祖绝不会轻易踏足此地。你将他赶走，不要过多纠缠。他身上有长辈赐予的统领法器，就算是寻常月夜精灵，没有点凶悍手段也留不住。要是逼得他拼命，可惜了，月夜剑横练功还不够。沈明，我很有不惯。
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女人脑子想什么呢？我八部玄功不行，现在这女人再超入她，是一门强悍进攻武学。我要的御境武学呢？这个时候你还给我！这可是镇魔司青州总兵的看家本事。你这该死的女人，居然连此等武学也交给了这人渣！要是能学会，的确能破了这丛林。可这门武学没有几十年苦修，消耗260年，死活真刚头脑。斩杀初阶圆满狐妖，总寿602年，剩余寿元472，吸收完毕，剩余妖魔寿元657年。你要不要考虑拿东西先遮一下？虽说镇魔司与妖为敌，不拘小节也正常，但好赖我也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？看多了这香艳的场景，难免会影响心态。你为何以出境修为，看一眼便习得玉液境中至深武学？在你超入时，我已经在修炼了，只是差最后一步。这不可能！这里没有药，不过你家应该不缺，要不要我送你啊？这就把话题接过去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件多骇人听闻的事情，竟然还跟个没事人一样？哼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对了，记得让你爹把欠我的银子给我送过来。什么银子啊？多少？790两斩妖银，其中10两是你的伙食费。还有零有整，算得那么清楚。不过一会儿你知道我的身份，还会是这个反应吗？我在镇魔司当差，职位等同于偏将。那就给你打个折，700两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以真实身份感谢你这段时日的照料。1点白银，难道比我的人情还值钱吗？哎，你不欠我什么？钱货2清嘛，还赚了本玉液境武学。还能顺便帮我扛下许多杀妖的黑锅，比如这次，狐妖大概率会把这笔账算在你师傅头上。不过，我实在是不会烧菜，以前还能假装不知道，如今再让未来的顶头上司干活，就太不礼貌了。要不我吃口晚饭再走？你等着，都交给我。这四合真罡威力巨大，只不过才使用了1次，就把我体内12个大窍的内息消耗殆尽。若是这样，我每使用1次这四合真罡，岂不是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去重新积累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岂不是可以用寿元换内息？寿元灌注，风雷伏妖真解。如此一来，我只要寿元充盈，像刚才那样的杀招，我能连续使用100多次，哪怕是玉液境的大妖，顶得住吗？校尉大人，林白薇林大人前些日子返乡，我们派人去灵府查看，却发现是妖魔所变，仅此一项，
你便是死罪难逃。哟，大人冤枉！李大人曾出城降妖，重伤而归，是被差役沈一送回的灵府，卑职毫不知情的。沈一？对，就是沈一。此人出生于百云县郊，14岁开始混迹街头，后来入了衙门班房。但是此人却生性好赌，恶迹斑斑，甚至还勾结妖魔作乱，就连我这个知县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。大人，这沈一是我百云县妖魔祸乱的罪魁祸首啊！好一个恶魔！带路，现在就将其拿下。是。沈一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这摩斯校尉出手，这可是真正的玉液境高手，今日必死无疑。各位大人，这就是那人渣的住处，请各位大人明察，此人实力极强，远非县衙能敌。我想改变百云县的乱象，只是有心无力呀。百云县早已臭入粪坑，你真当我们什么都没查？你个知县早已是死罪。哎，这么多人啊！诸位，有何贵干呢？你刚才见了血，我们连夜赶来百云县寻找林大人的下落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你。你刚才竟然杀了人，给林大人报仇！敢勾结妖魔陷害林大人，果然有几分本事。大人，是否有什么误会？我身上的乃是妖魔之血。妖魔？就你这给妖魔当狗的东西，也敢杀妖魔？何必跟他浪费口舌？区区一个出境武夫，直接拿下，带回镇魔司。若是林大人真出了什么事，必让他生不如死。这是两位玉业界。一个出境，竟能挡下我们联手一击。如此天才，可惜竟然给妖魔做狗。今日你必死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卑职李兴汉参见林大人。你怎么穿着？辛苦你们了，我没事。这位是沈怡，我的救命恩人。身为总兵弟子的白薇姐，竟然在他面前露出这样的小女儿姿态。可方才这知县所言，他勾结妖魔，霸凌百姓。若我勾结妖魔霸凌百姓，你们的林大人怕是早就没命了。我看这勾结妖魔之人，怕是另有其人。你血口喷人也！勾结妖魔，陷害忠良，百云县知县该死！林大人，百云县的事就交由我等处理。您七夕至死，这里不便调养，请允许我等立刻送您离开。我想先回家看看。还有，能不能等我把晚饭吃了？刚炖上的羊汤。这还是那位捉妖人林大人吗？抱歉，他们平时不是这样的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你也是。
这才刚走了多久，就不习惯了。镇魔司，镇魔司。前世留下的坏名声已经洗清，可与大妖的仇怨已越来越深。要想继续提升境界，一定要加入镇魔司才行。系统，灌注血煞刀法。第1年，你继续尝试着以气化钢的方式去淬炼刀身上附着的血煞。第12年，由于操之过急，血钢崩碎，经脉受损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怎么推演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跟个莽夫似的，动不动就伤害自己？第33年，你修补了身躯暗伤，稳住心神，先让血煞与真钢交融，互相熟悉。第120年，多年压制妖魔心性，你对此道的掌控之力愈发精深，去其妖邪之气，更重杀伐之意，领悟玉液境、螳螂诛邪。螳螂诛邪，返璞归真。现在出境之内我无敌，就算玉液，也未必不能一战。沈爷，您的煎饼，多谢啊。昨天夜里啊，抓了好多人，都是衙门里的老爷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走，老实点。走。按照前身留下的记忆，这番举动代表着镇魔司将会彻底接管百云县，也代表着镇魔司的选拔就要开始了。沈大人，可找到你了。镇魔司选拔赛已经开始了，你怎么还在这瞎晃悠啊？镇魔司选拔？啊，他们不会把你给落下了吧？赶紧快跟我走！快跟我走！800军伍，百余差役，最终只选了你们6人，都回去收拾行装，带好家眷。明日出发青州。是。怎么不见沈大人？该不会是睡过头了吧？等一等！啊！校尉大人，这还有一个呢。校尉大人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这是1000两银子，回去好好收拾收拾。我得护送你回青州。护送？你可是即将拜入总兵麾下的人物，难不成还能让你自己走回去？出发。总兵麾下。这是半妖，跑得又快又稳，不出2日就能到达青州。你们都是好苗子，到了青州一定要好好练。镇魔司青州府衙分为内外2营，新人一般都去内营，平常巡巡街喝喝酒，无聊的要死。不像我们外营，不仅能与山水为伴，而且还能品人间美景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外营？可若是经常在城外晃悠，会不会碰上很多妖魔？这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们队里有很多漂亮小姑娘，你考虑一下嘛。以这副身躯的真实水平，若是不去城外，没有了妖魔攻我猎杀，获取寿元，以我的天赋，怕是连沉寂都远远不如。外营自然是好地方，那就全听少尉大人安排。我就说你眼光好嘛，走，
上车。同是出身百余县，没想到沈大人已经是镇魔校尉都要出手争抢的存在了。不过沈大人可没有锦瑜这样的妹妹陪着。等等，哥，我来给你们送吃食。这就全完了。镇魔司衙门到了。其他人跟着穆景走。走。按林大人的吩咐，你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总兵平日的住所，还有他的5位弟子，2个宁丹境，2个玉液圆满，还有1个玉液中期。而如今，你也要住进去了。林白薇，他果然是总兵弟子。请。外营李星汉见过方兄，这位便是。我知道，我收到师姐的来信，你退下来。师兄，别叫我师兄，叫我方恒便可。这是你的宝药，师姐欠你的武学，我来还。果然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。林白薇当时答应了我2本玉液境武学，既然这方恒也是总兵弟子，传下的武学应该不会弱于4合真罡。师父年轻时成名于青州，靠的是5门绝技，只要学会其中之一，便能横压同境妖魔。你并非我师门中人，只能学，不能外传。万物皆有脉，寻其脉，截止，结脉千论。这种上等武学，以我的天资，也只能学1步。我倒要看看，以你的微末资质，如何同时修行2门。我最讨厌投机取巧、贪得无厌之人。从今天起，不学会结脉擒龙，就不许出这个院子。这些所谓的天才，颐指气使的姿态，倒像是1个木字刻出来的。之前灌注了100余年的贪狼出血，希望妖魔寿元还能够用吧。系统，灌注结脉擒龙。第1年，你熟读书册上的内容，顺便炼化体内的药力，无数关于脉络的信息朝你脑海里翻涌。第9年，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什么叫脉络，但仍旧努力地观察着万物。明明没有天资，还要装模作样。我练了10余年方才小成，他又怎么可能1天内能入门？真是又贪又蠢。怪不得每个徒弟只有1式绝技。这种高深武学，若是天资平平之辈，恐怕毕生都难得其中真妙。但是我全都要。第69年，你伸出手掌，轻轻磨碎这粗糙的树皮，指尖于树干上跳跃，你附耳过去，好似听见了树的心跳。第73年，才终于看明白什么叫做万物之脉后，剩下的只不过是对于出手时机的把握。结脉擒龙大成。第75年，结脉擒龙圆满。风脉窍，绝生技，结脉擒龙，原来是一种施加禁制的手段。
如今我玉液境身法、刀法、拳法尽皆圆满，现在只缺一本内功，我就可突破玉液境。可我的妖魔寿元已经不多了。沈姨，沈姨，沈姨，快收拾收拾，有案子了！沈姨，快收拾收拾，有案子了，跟我走。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，希望这次能多一点妖魔寿元。好，我准备一下。谁允许你答应的？我是奉命查探妖魔，即刻出发。沈姨是我外应之人，还望兄长行个方便。总兵府内，你还敢动手抢人不成？滚！我准备好了，走吧。我说过，没有学会之前不许踏出去半步，你耳聋吗？沈姨，小心！劫脉擒龙！你劫脉擒龙已经大成，怎么可能？你一定用了什么邪法？不，你还不能走，这离师姐回来一定会查清楚的。第一，我的劫脉擒龙并非大成，而是圆满。第二，你让林白薇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阻拦我。兄弟们已经集合完毕，即刻就要出发。你还有什么需求吗？我需要一本玉液境内功。若是你愿意娶一位旁系庶女，加入我青州李家，我现在便可以给你。为什么嫡女不行？镇魔司的武学呢？我镇魔司的内功自然是首屈一指，比如突破玉液境的风雷融日宝典，玉液内功能超出他的不出3本。不过嘛，得参加5次玉液境妖获，或拿下1次首功才能获授。如今我内功薄弱，看来要想办法拿1次首功，换取这本风雷融日宝典，方能突破境界。既然加入了我外营，那就先登记一下吧。你擅长什么？是寻踪探秘、千里奔袭，还是近身相搏、擒拿妖魔？我擅长的是斩妖。啊！林将军衙门差人送来的，外侍堂刚刚交于我手，有几位校尉去云水乡监视，按规矩，每15日便要回家书一封，现在迟迟没收到消息。水云乡虽然有河神，但是还是要务必小心的。河神不想上朝廷玄妖榜的妖魔，也不想藏在大山里，自然要给自己取个名号。林将军，水云乡出发。是。水云乡是这样的，别的地方遇到妖魔，第一反应就是找衙门，而这里的人绝对是去拜河神。6月一小祭，3年一大祭，早已成了习俗。小祭献上牲畜鱼米，大祭献上童男童女，从未断绝过。没人管？怎么管？先前消失的校尉就是负责代表镇魔司震慑那河神的。可若是有一点冒犯，这群百姓明天就敢举着鱼叉夜袭青州城，你还能把他们全杀了？几位大人是来观祭的？这是负责大祭的村长，他说话连水云乡的衙门都要慎重几分。先前镇魔司来的几位现在何处？今年观祭的不是您几位吧？我还寻思怎么来迟了这么久。你们爱拜什么我不管，如果敢对镇魔司的校尉动手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。走。我们可没这么大胆子。食人血肉的妖魔，河神。这些村民难不成还真信把自己的儿女送给河神当童子的鬼话？你真当那群人是傻子？他们心里可比你明白的多，只不过是有利可图罢了。回大人，到处都没人，见过那几个校尉，难不成真是半路被妖魔劫了？林将军的人说，天一亮，腰牌就放在衙门口。
总不至于是妖魔挑衅送过去的吧？况且镇魔司的人过来关祭，河神应会现身相见，怎么现在也不见踪影？诸位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今日都在准备大祭，实在腾不出空房。出门在外不拘小节，要不您几位各自挑合眼的屋子将就休息。我想随处逛逛。好。雾村的神，吃人的妖，妖魔乱世，百姓活命都困难。对他们要求道德，不过是我自寻烦恼罢了。唉，你他妈往哪儿摸的你？再敢伸爪子，老娘他妈宰了你！当去了！寡妇也能生崽，真是丢尽了全村的脸。还不快把这个野种交出来，献给河神！等你这野种儿子下了水，之后还要踏着河浪接你回去享福呢！去你妈的！你跟你的村长老子都是一丘之貉，杀钱道的畜生！把你那脏手赶紧给我拿开！怎么？别人睡过的，我梦闲摸不得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你扒光了，老子也不稀罕。给我！拿来！给我！没福气的脏货！等你这野种儿子下了水，给河神当童子，日后还要踏着河浪接你回去享福嘞！你老娘才下水！滚！跟我回家。为什么？大姐不是还少？操！这群穿狗屁的东西！我说这老狗怎么收敛起来？原来是校尉大人来了，您快请进。不疼吗？若是疼，若是愤怒，为何要拦着杀他？难道这村里的河神还比你这亲生儿子还重要吗？你刚入镇魔司不久吧？此话怎讲？这里谁不知道，镇魔司斩妖除恶，庇佑百姓，是好人中的好人。可我们不是什么守规矩的百姓，王夫和我不过是不敬河神的恶人罢了。王夫？狗东西！一用到你就说不上跑哪儿去了，一走就是7、8天，怎么没把你饿死呢？天天吃吃傻傻的，也不知道能干点什么。赶快洗手，准备吃饭吧。他以前也是百姓，15、16岁就娶了媳妇儿，恰巧轮到他家孩子下水，就只能逼媳妇儿生呗。可他媳妇儿难产，孩子没了，媳妇儿也只剩下半条命，却被村长夺了去。左右也不是大姑娘了，就只能当女童送进阳春江。他就疯了。人人都不愿意出，但别人家出了，你总不能白白坐享其成。一代代传下来，与其说是敬河神，不如说是趁机报复那些将自己儿女沉江的人。镇魔司不管吗？镇魔司为何要管？大家都是可怜人，做着可恶的事。400多年的恩怨，就算是没有河神，他们还要大祭。大戒，杀啊！大戒，杀我！大人，他
他已经疯了，做不成百姓也做不成恶人了。求求您行行好，饶他一命，让他做条疯狗吧！有大妖！妖牌我已收到，多谢提醒。人妖除魔，必不负所托。这是你吧？是我，是我。你过于行吧！我要五福惊血，我要大药！殿下，宝药来了，比上次的还要好，足足有5头啊！其中2头玉液境的，一定让您满意。老规矩，那2个归我，你只要给我拖住其中1个，剩下3个出境都赏你。哦。好啊，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你，原来在这偷吃啊！好吃吗？告诉其他人保持警惕，不要走散。村里有大妖。你还只会上网？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啊！是玉液大妖，你快去通知星汉。那可是玉液大妖，以及有什么用？该死，河神叛乱，大妖出事，完了！我的玉液大妖，跟上来的怎么是你？小小的出境也配跟来？终究是一头畜生罢了，还想学人调虎离山？区区2个玉液境大妖罢了，调虎离山？哼，只不过是满足我口腹之欲而已。你只连成为我食粮资格都没有的出境，死在蛟龙手下也算你荣幸。哼！你能伤我？贪狼诛邪！吸收完成，新增妖魔寿元30年。你吃我！你敢吃我！小小出境，受死吧！一刀贪狼诛邪，竟然只让这畜生的气息削弱了一丝。看来不能再等了，系统，以寿元换内息，给我灌注4合真罡。别费心力了，凭你的实力，连我真身都破不开，给我死吧！4合真罡！不够，系统，我继续灌注。我是一条虫子的临死反扑罢了，这般莫名招式，我看你还能施展几次？
你便如你所愿。怎么会有人可以拥有如此多的真元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你骗不了我！整整100年的妖魔兽元，这一剑你挡得住吗？斩杀一月境初期妖魔，总寿1427年，余寿1230年，吸收完毕。剩余妖魔兽元1435年。接下来该你了，河神。大酒作乱，危险！快退！你们保护河神大人！保护河神大人！保护河神大人！让你们这帮穿狗屁的东西嚣张！你明明已经受朝廷庇护，享百年供奉，为何要反？你就不怕朝廷问罪吗？朝廷，朝廷又如何？及殿下半分。等殿下回来，食尽你们的血肉，我还惧什么朝廷？做梦！月境后期，你何时突破的？替河神大人杀了这智魔寺的狗腿子！杀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怎么回来的是你？殿下呢？我可已经为他备好了宝药。龙君殿下在哪儿？龙君，我这就送你们两个畜生团聚。你找死！豺狼诛心！我要把你发皮抽骨，尽我龙君之灵！谁小心！还原西马流星法！沈爷，他已经是月境后期大妖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快走！走得了吗？今天你们全都要为龙君陪葬！御医结脉，擒龙。你这什么妖法？我的真元！我的真元呐！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我是水云乡的河神啊！我是水云乡的河神！救我呀！你们聋了吗？救河神，杀鹰犬！杀！他们供养了我400年，就算你有万千武学，又能拿我怎样？这可是整个水云乡7万百姓的民意，你敢杀我吗？你敢杀我吗？
虐孩童，自谓妖魔，人又与妖魔何异？不过是见着妖魔之口相识的畜生罢了。镇魔司奉令诛妖，胆敢上前一步者，死！不要怕，我们是无辜百姓，镇魔司又怎敢动我们？没错，杀鹰犬，救河神，杀！利益在此，镇魔司的偏将都要退去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杀！神医，这个这不正出去，怎么敢？村长！求求放过河神大人！求求您放过河神大人！求您放过河神大人！求求大人，你饶了河神大人吧！求求你饶了河神大人吧！饶了他！谁来饶了这400年被献祭的童男童女？怎么变成鱼了？变成鱼了！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河神大人。你过来，把它嚼碎了，给我咽下去，然后回答你们养的河神味道如何？不敢，不敢。吃，是。这真是啊！这是河神大人啊！这是河神大人，这个是河神大人。他真香！香啊！养得很好，下次别养了。是，死了！别跑！哎呀，别吃了！死了！给我一口！给我一口！给我呀！给我一口！给我什么东西？没有妖力，我不跟他延年益寿。别抢！他怎么样了？无碍，他只是昏过去了，调养1个月就好。其他人呢？他们也只是力竭了，没有受什么伤，醒得早些，去衙门牵马了。我还以为你只是学得杂些，没想到你真的擅长杀妖啊！看来镇魔司的内功非得伤你不成啊！只不过是看不惯这吃人的世道罢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出境只身诛大妖，杀河神，青州李家李牧锦欠沈公子一命。我还以为你早死在大妖手里了，所以刚刚被杀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差一丁点就要掉下来了。英雄救美，你真的不要报答吗？哎，算了吧。青州李家明珠，我可消受不起。还好我们都活着，真好。斩杀一夜后期余妖，总寿1020年，剩余寿元70年，吸收完毕。剩余妖魔寿元1500年，可凝练。怪不得那河神要拼命，原来是寿元无多。不过无妨，蛟魔的妖魔寿元已经足够。如今我外功圆满，只要拿到玉液境内功，我便能即刻突破至玉液境。大人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走吧。大人，能不能让我替您量量肩宽？谢大人。他们这是干嘛呀？兴许是要给你做几件新衣服，送去青州镇魔司呢。衣服？大饥之年，
易子而食，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这就是普通人的生存之道。昨天你推倒了一个妖神，这凡人心中急需另起一座庙宇，沈大人就高抬贵手，暂且饶过他们一次，好不好？他们昨天可没想过饶过你。那动手的人肯定是该死，但剩余的人没有他们日夜劳作，咱们哪来的俸禄吃粮？喂，你怎么跟个大姑娘似的？林白薇碰得，我就碰不得。这次水云乡玉液境妖魔尽数伏诛，一共收获了2枚内丹，等换取内功，突破玉液境，也该和百云县的大妖算算总账了。沈姨，我回来了，想我了没？沈姨她人呢？师姐，沈姨她执意要和外营去出什么任务。对了，她不知道用了什么邪法，只用1日就将劫脉擒龙修炼圆满，这一定有问题，你一定要彻查呀！有问题？你可知道他当初只用3息就4合真罡大成，1日劫脉擒龙圆满，又有何难？3息4合真罡大成，才出境就敢去做外营的任务。沈姨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你给我等着吧！到了，这就是我们镇魔司校尉的住处。虽然比不得总兵小院，起码让人舒心。你要的秘籍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沈兄弟，虽然你这次取得了诛妖首功，可毕竟还只是出境。这镇魔司啊，谁不知道你和总兵大弟子林大人的关系？想要求取林大人，还是要尽快提升修为才行啊！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时候该突破了。系统，灌注风雷融日宝典。第1年，你调动气血，尝试着连接体内窍穴。第7年，你对宝炉之法颇为了解，只是实践起来略显笨拙，至今已经成功沟通了76窍。第20年，你一边吐纳一边淬炼，已有2个大窍尽数被玉露填满。这个提升速度还远远不够，不知道那2个妖丹能有什么效果。第27年，你吞服狐妖兽元乙胶丹，省去了大量吐纳的时间。风雷融日宝典小成，你成功跨入玉液境初期，获得了玉液交魔之力。系统，继续灌注。第203年，你的骨骼在玉露的浸染下愈发通透，玉骨天成。你踏入玉液境中期，风雷融日宝典大成。第582年，直到就连血液中都泛起点点金光，你眼中有灵光乍现，你踏入玉液境圆满。终于突破了玉液境圆满。再加上风雷融日宝典的圆满，我总算在这乱世有了立身之本。沈姨，沈姨，我听说你去杀大妖了，你还好吗？你伤到哪里没有？我没事儿，倒是你这么关心我。毕竟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……啊？整个镇魔司都在说。你为了追赶我，不惜离开总兵大院，用大妖磨练自己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还为了我，突破了玉液境。不是吧？这女人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既然突破了玉液境，那自然是要去斩更多玉液境的大妖。